把他给我按住。聘礼我已经给你了，而你的命是我。说，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？说，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？你不能杀我！哦，理由？挡箭牌！哦对，因为我是一个合格的挡箭牌。挡箭牌，从何说起？你看，你是谢家第6女，但你只是个庶出，而你母亲是个小妾，而且已经病死10年。这按理来说，身份低微的你本应该赶出府外，但是你却留了下来，还有独立的院。你丑名昭著，对谢家风评极为不好，但是却得到包容。你们先下去吧。继续。果然，这从古至今到哪里都是人情世故。没想到对谢家下人的打点获得了如此重要结果。再根据自己的推理猜想，或许真的有救。大哥，轻点。这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给我讲一下你们家大小姐的故事。你一定有外人不知道的价值，比如深得太子司马炎的喜欢。这一个聪明人，为何要一直娶男人来污名化自己？很眼神，他一直在抗拒我。那你为何称自己为挡箭牌呢？因为你之前娶了4个人，个个心怀鬼胎，被你发现阉割所杀。但我不一样啊，我心术正啊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求庇护。可能我老爹也算到了这个，你也寻求庇护，咱们双赢啊！放开。是。今天晚上家里有晚宴，我看你是不是那块料？若不是，也难逃一死。如果我是，你该怎么奖赏？孙如，我父亲的正妻，也可以说是你的岳母，今年41岁，风韵犹存。我父亲钟爱年轻的妻妾，他已经独守空房8年有余，这份奖励可还蛮大。真是个变态！开！我赢了，我又赢了！拿钱！你是不是出老千？怎么把把都赢？我乃大清第一信守承诺之人，我还能欺骗你们不成？得了吧，你这辈子净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。少爷，你醒了。少爷，儿子，你醒了？我不是在熬夜写论文吗？什么？我竟然熬夜写论文猝死，穿越到了大清乱世一个叫唐玉的纨绔子弟身上，父亲还是个坑蒙拐骗的补偿老板。你们俩给我按住！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疼。我操，这是要干嘛？园中老爹难道是个变态？救命啊！你兔崽子，你喊什么呀？你爹我这是在救你命啊！昨日你被仇家追杀，坠马摔断了腿，你爹正准备给你正骨疗伤呢。那你脱衣服干嘛？嗨，这不显着你爹我专业吗？等等，其实我的腿没事儿。行，你这个话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你看，我儿子没事啊！哎呦，上天庇佑啊！我儿无事就好啊！少爷这次虽是躲过了，可下次呢？啊，对，这也是为父所担心之事啊！你说你平日里骄横跋扈，在外面得罪了那么多仇家，要想保全你的小命，眼下也只有2种选择。哪2个？第一，
王家的王老爷子，他有龙阳之好。你若嫁入王家，成为王老爷子的男宠，那停！不要再说了，我选择第二个。那第二种也是外嫁，她还是一个无比漂亮的贵族女子。嫁！我不管她漂亮不漂亮，只要是个女的就行啊。少爷真的确定要嫁给健康城第一美女谢秋桐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她可是恶名远扬的天下第一女魔头，半年之内娶了4个男人，全都给杀了，而且杀人之前还把他们给阉了。我操，这么变态！这前有狼后有虎，要不先答应敷衍过去，然后再找机会溜之大吉。儿子，要不你就先委屈一下，成为王老爷子的男宠。打住！永远不可能。可是那个谢秋桐呢？这个谢秋桐之前之所以那么狂，那是因为没有遇见我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绝对能把他调教成一条乖乖听话的狗，然后再把他肚子给搞大，给咱们唐家生个10个8个儿子。不愧是我唐德山的儿子，有志气。那必须的，这虎不无犬子。儿子，起床吃饭。你爹我到外边溜达溜达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让我嫁给谢秋桐那个女魔头，等我吃饱喝足，找机会跑路。你说这古代纨绔子弟的生活不是挺好吗？这原主干嘛脑袋生锈，非要去外面找死呢？儿子，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儿。唐宇，还不滚出来！豆豆，你爹我为了这事儿真是煞费苦心的。人家谢家可是名门世家，咱们家可没有资格上门提亲的资格呀。于是乎，爹就带领家丁侍女，将你的豪言壮语那个街头巷尾大肆宣扬，效果不就出来了吗？快这么说我不在。唐宇，还不滚出来！我儿在这儿，已经苦等谢姑娘好多时辰了。你不，谢姑娘，谢姑娘，我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就是你说我是一个坏到骨子里的烂女人，就是你说要把我调教成一只听话的狗，就是你说要把我的肚子搞大，给你们唐家生10个8个儿子。没错，正是我儿唐宇。这尼玛有这么坑儿子的？没办法了，只能借机行事，化险为夷了。你就是谢秋桐，让小爷我好好瞧瞧。如果建刚城第一美女名不副实，这小爷我还不信调训。把屁里留下，唐宇给我绑起来，带走。哎，这轻点！孩子，也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去谢家或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把他给我按住。聘礼我已经给你了，而你的命是我。说，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？说，
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？你不能杀我！哦，理由？挡箭牌。哦对，因为我是一个合格的挡箭牌。挡箭牌，从何说起？你看，你是谢家第6女，但你只是个庶出，而你母亲是个小妾，而且已经病死10年。这按理来说，身份低微的你本应该赶出府外，但是你却留了下来，还有独立的院落。你臭名昭著，对谢家风评极为不好，但是却得到包容。你们先下去吧。继续。果然，这从古至今到哪里都是人情世故。没想到对谢家下人的打猎获得了如此重要结果，再根据自己的推理猜想，或许真的有救。大哥，轻点儿。哎，大哥，你给我讲一下你们家大小姐的故事。你一定有外人不知道的价值，比如深得太子司马炎的喜欢。这一个聪明人，为何要一直娶男人来污名化自己？很眼神，他一直在抗拒我的东西。那你为何称自己为挡箭牌呢？因为你之前娶了4个人，个个心怀鬼胎，被你发现阉割所杀。但我不一样啊，我心术正啊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求庇护。可能我老爹也算到了这步，你也寻求庇护，咱们双赢啊！放开。是。今天晚上家里有晚宴，我看你是不是那块料？若不是，也难逃一死。如果我是，你该怎么奖赏？孙如，我父亲的正妻，也可以说是你的岳母，今年41岁，风韵犹存。我父亲钟爱年轻的妻妾，他已经独守空房8年有余，这份奖励可还满意？真是个变态。不过我喜欢。我警告你，家里阶级森严，礼仪很重，你要学着适应。若是有人刻意针对你，找你难堪，那定是追我那人派来对付你。你要想办法学会自保，明白吗？遵旨。小婿携娘子拜见各位长辈。入座吧。哇，香甜可口，饱满多汁，居然还是冰冻过的，家怎么就是好呀？还有冰酱。恰等味儿，娘子先吃第一口。这厅堂之中，长辈面前这么不注意自己的礼仪形象，你唐家的家教就是这样的吗？这是我族内堂伯谢山河，儒学大师，我父亲对他极为敬重。你一会儿千万不要乱来。我父亲从小读书少，没教我什么大道理。但是天气这么炎热，我娘子吃一口梨怎么了？难道大世家的礼仪和形象不包括关爱妻子吗？强词夺理，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了？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了？无论我身处何位置，我都不会忘了关爱妻子。够了，唐宇毕竟不是出身世家，不懂礼仪，慢慢学嘛。今日是第1次家宴，不要对他太苛刻了。再不阻止这小王八蛋胡说，旁边这独守空房8年的女人，可能就要憋不住了。多谢岳父大人理解，刚才是小婿我唐突了。不过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。你到底喜欢我们家秋桐什么啊？喜欢她的美貌、聪明，以及
那颗温柔善良的心。够了，闭嘴！那你觉得我们家秋桐喜欢你什么呢？岳母大人问得好，秋桐喜欢我憨厚老实以及横溢的才华。哎呀，一个赌场头子的儿子，14岁就开始逛青楼的痞子，居然说自己憨厚老实、担当有才华。这人怎么这么坏呢？我可是个好人呐！居然拿你的身世做文章，这就说明谢山河已经被司马园收买了。现在怎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？你不是有担当有才华吗？好，那老夫考考你，何为担当？看来指望不上他。何谓担当？以岳父大人为例，在复杂的官场上拼搏，在尔虞我诈之中如履薄冰，彻夜难眠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谢家更好、更兴旺。苦，自己养福，家族享乐，这就叫做担当。不像某些人以家族长辈自居，自诩大儒，却对家族新人恶意打压，丝毫不顾及家族晚辈形象和尊严，完全不在意家族团结兴旺之氛围，这就叫做没担当。你是在隐喻老夫我没有担当吗？不，我这不是在隐喻，我是在明说。怎么，还不够直接吗？还不够直接吗？好了，堂兄，别跟一个晚辈计较啊！人也来齐了，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今日是家庭聚会，我也邀请了几个学生过来参与清谈，也多了几个趣味。进来吧。见过老师，见过谢家长。严礼，这小王八羔子也就嘴皮子利索，还好老夫有备无患，到时候谈论儒学，我看你怎么出场。光是嘴贱可没有用，我警告你，你把你的嘴给我闭上，我的脸在谢家可丢不起。这么看不起我的才华？你的才华？据我所知，你的才华学识好像刚刚识字了吧？不如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你跟我赌什么？如果等会儿我一鸣惊人，展现出非凡的才华，那这东皇花烛，别，就一口，小小的一口啊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让我出丑，我定阉割了你。既然是家庭聚会，那清谈的话题今天就不聊国家和政务了。老夫出题，聊一聊何为修身齐家吧。这个主题好啊，堂兄有心了。满生张继觉得一成而后新政，新政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好。晚生和晋对于修身齐家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。所谓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正其心者，先成其意；欲成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好，好一个置之在格物啊！真是轻妙绝伦呐！不错，儒者应当通过观察事物，比如看山、看花、看水，圣贤之道，读史，来增长自己的知识，从而获得智慧。这就是治其知，从而修身齐家。得了，他俩已经把修身齐家的各家见解已经说完了，就算你拨乱群书也没有用。关键是人家在针对你的同时，还同时把自己人推荐给了我父亲，可谓是一石二鸟。而且你也无法挑出他们的毛病啊。家中，我这几位学生如何呀？很有学识，都是人才啊，将来的前途可限量啊。那是，我这几个学生那可是日夜苦读，还有今日之博学。
不像某些无知小儿，从小就打架斗殴、欺压良善、青楼寻欢，不务正事，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有才华。嘿嘿，现在怎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？哎，你刚才那大放厥词、目无尊长的样子去哪儿了？哎呀，我说秋桐侄女，你这眼光是有点不太好啊。怎么，刚才还嚣张猖狂了，现在哑巴了，不狂了？刚刚那叫做狂，接下来你看到那才叫做张狂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乱来！你要是给我丢人现眼，就算我不阉割你，我爹也不会留你。哼！岳父大人，我想说几句。你确定？你可想好了？我确定。本来我也不想说什么，但是唐伯不停地在数落我妻子，抱歉，我忍不了。关于修身齐家的言论几乎都说完了，这家伙完全就是故弄玄虚。我倒要看看你这狂口小儿还能说出什么至理名言。谢商和我操你妈！谢商和我操你妈！你滚！我去！你他妈不过是半只脚踏进棺材的老狗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质问我家娘子？读书读一辈子，为天下做过什么？为百姓做过什么？你自诩鸿儒，却一生唯利寸功，只会在这里摇骨存声，抨击家族晚辈。你当真是可恶之极！你什么你？话都说不清楚的好胜匹夫，家都分不清楚的超然老贼，吃里扒外的家族蛀虫，只会在这里大言不惭，妄谈修身齐家。修身齐家这4个字，配谈？看都回答我！住口！忤逆逆子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出骂长辈，来人！爹，把唐宇给我绑起来！等一下，岳父大人，小婿犯了错，无论是什么惩罚，我都能接受。但是关于修身齐家，他既然要让我说，那我便说给他听。你还要放肆吗？你让他说。我此生从来没受死大辱，还要我说出来，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。你给我说，你且说吧。再敢胡说八道，我立刻打断你的腿！修身齐家乃曾子所言，后世修筑者众。如今以正贤助己为主流，但却亦有人将道家之道理思想融入其中，故弄玄虚。凡此种种，不过是浅薄之言罢了。你们刚才说那么多，全是废话，废话，你们知道吗？修身齐家之始要，在于格物致知。这没错的。什么才是格物之致知？格，穷究矣；即致，不单单是你看到的山水鸟语，它包括天罗万象，它包括文学、历史、物体、伦理、道理，以及万事万物背后运转的规律和本质核心。所以，格物是穷究事物的本质规律，它是寻找万事万物其中蕴含的理。那什么是理？理是万事万物的起源，道家人把它称之为道，意思都差不多。理赋予这个世界万事万物运转的本质规律规则。太阳东起西落，所以年有四季，天有昼夜，它赋予人善，人聚集起来变成了礼。去，给老夫把笔墨纸砚取来，我都要记下来，快！所以格物致知就是找到万事万物之中的理，达到返璞归真之境。那什么才是返璞归真之境？是人做到了人，人变成了圣心矣。人为圣，治国无碍，平定天下，从而内圣而外王矣。好一个信以人，人为圣，老夫惭愧啊！
老夫惭愧。妈的，跟我谈儒学，老子直接把程朱理学拿出来压不死你们。唐兄，那唐瑜说的再好，也是忤逆，也是不孝。对，大哥说的对。来人，将唐宇把他关到藏书楼，好好学习礼教，闭门思过。等一下，刚才的赌还有，说什么悄悄话？人家小夫妻说点甜言蜜语的悄悄话，还敢说？这混蛋故意的吧？居然还让我当众出丑，我必须阉割了他。好了，今日家宴结束，散了吧。看来这谢家只有丈母娘对我好，要是谢山河那个王八蛋，他肯定将我打入地牢。就是一个人关心逼太无聊。如果给我来个美女解解闷就好。参见夫人。是。这么用功呢？岳母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秋桐让我来看你。哦，对了，孩子，你别害怕，这事儿啊，我已经让你岳父爷爷在处理了，事情应该不会闹大。就算闹大我也不怕，因为唐伯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那些对我的骂我都可以不在乎，但是他说秋桐，我忍不了。你就这么在乎秋桐呢？不，准确的来说，是在乎天底下所有的女人。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一点礼仪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进侮辱，那他还算是个男人？如果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像你一样就好了。像我那样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。啊，这你也看得出来啊？哎，我还是第一次被如此漂亮的女人夸呢。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我都40了，还漂亮干啥呀？岳母大人，你就别再逗小兄了。你怎么可能40？你最多26、7岁，顶天了。瞎说！你看，我都长皱纹了。这哪里是皱纹呐？这明明是优雅与智慧的积累，是气质与魅力的象征。我这个人呢，平时爱捣鼓点小发明，到时候我跋山涉水寻找草药，给岳母大人发明一款太太口服液，让岳母大人永葆优雅魅力。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？人都是相互的，你对我也很好，不是吗？对了，作为长辈，我还没给你见面礼呢。这玉洁白无瑕，温润剔透，这太不收，我不能收。你必须得收下，这是规矩，听见了没？那行吧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不过我是不会戴的。大人，方便帮我戴一下吗？啊，行，你站着，别动。这玉好
香。快放下，别闻。哦。参见柳小姐。这女变态不会有精神分裂症吧？是她让我这么做，我这好不容易铺垫到这里，一泡尿就把我的红女撕灭。秋桐见过母亲。唐宇这孩子啊，没有受惊，状态挺好的。你们小夫妻先聊，我先告辞了。是。完事儿了。完什么事儿啊？我给了你时间和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这么做。但是我现在告诉你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？被你爹发现了？我可什么都没做，我就收了块玉佩。不是我爹，谢山河是吧？那个狗东西没完没了，你去告诉他，还想比什么？我唐宇奉陪到底。若真是我那唐伯，也轮不到我来亲自告诉你。意思是追求你个太子司马元。我与司马元纠缠这么久，不是依旧从容面对吗？那这还能有谁？这总不能是当今圣上吧？没错，就是当今大庆皇帝司马天。我不过是一个开赌场老板的儿子，那如今沦落到来当赘婿，能惊动当今圣上？你是不会惊动，但有人会替你惊动。谢山河定将你的聪明才智告诉了司马元，司马元不会允许有一个聪明人徘徊在我的身边，他怕你得到我。我什么时候得到你了？我最多也就碰了你一下手。哦，对了，你倒是提醒我，这个吻你看什么时候兑现一下？啊！你现在还看不清局势是吗？你马上就要被临时处死了！啊，这么严重？根据宫中眼线情报，南原县遭遇旱灾，流民四起，陛下正在考虑如何赈灾抚民。太子司马元提议，这次赈灾抚民由我谢家负责工作。那就抚啊！咱们谢家这么有钱，还有兵将，这拿点银子粮食出来，弄好了，说不定圣上还有奖赏。就这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，那自己人想自己。你知道流民有多少人吗？几万人，赈灾抚民几万人，就算把我谢家掏空了，也安抚不了。那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。不过你给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这派遣谢家，我不过是谢家地位最低的赘婿，这事儿你应该跟你爹说呀，他是一家之主。不好意思，这事儿还真要特地告诉你。谢家唐宇听旨，大胆，见到圣旨还不下跪？这里又没有外人，还需要跪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南原县旱灾四起，流民暴乱。听闻太子举荐谢家贤婿，才高8斗，足智多谋，册封为南原县赈灾抚民主使，并派王家辅佐，盼以安定天下。司马元，我操！哎，辱骂当今太子，可是灭族大tội。司马元，我操！看人真准。还不领旨？草民谢秋朵。领旨？不是，你领旨就领旨，你念我名字干什么？我这可是为你做的键盘，才惹得一裤裆的事儿。咱们俩
给捆绑在一块儿。放心，司马元不会杀我，只会杀你。你过河拆桥啊！你说我好端端的跟你当什么挡箭牌啊？以前我死了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要连着我爹一起啊！放心，我也不是一点忙都不帮你。你会怎么帮？我会帮你收尸，不让你的尸体抛尸野外。操！那咱们实际上你们谢家能出多少钱？我爹估计1分钱都不会出。司马元既然想娶我，他不会动我。那你爹是不是有病？你直接嫁给司马元，还能做个外戚，他不香吗？我爹不愿意做外戚，若是谢家做了外戚，定会成为其他世家集火攻击的对象，搞不好会被灭族。所以你爹就纵容你胡作非为，然后用这种方式僵持平衡。这死几个赘婿倒没什么，反正我死了还能娶其他人。正是这个道理。你们谢家可真是牛逼呀！不过还好，有人帮我。这圣旨里可是标注派王家来辅佐我。王家可不会帮你，王家势力太过庞大。司马元知道你这次任务肯定不会成功，到时候把你杀了，再责罚削弱一下王家的势力，可谓一箭双雕。你的意思是，这王家不会出1分钱？让王家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，也会伤筋动骨。到时候就是责罚削弱一下他们，而你丢的是命。你们古代人都这么坏的吗？啊！我与你们心连心，你们却与我玩脑筋。我死了倒没什么，就是可怜了我那个老爹呀。王家王老爷子有个孙女，名叫王芷若，生性善良，年18，也长得亭亭玉立。若是你能把她搞到手，可能会搞到一笔钱。这下可别说我一点忙都不帮你了。你又要给我下什么当？先是推荐少妇给我，这又推荐个少女，你想怎么样？一箭3雕，第一算是帮你，第二算是通过你，我谢家也想削弱王家的势力。这第3嘛，给你介绍一个年轻小姑娘，这样你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了。他奶奶的，不愧为你魔头，心机居然这么重。但是你越是这样，那我必须得把你给拿下，调教成一条乖乖的。你又在意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如何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。报恩就不必了，明日正午你要出发南原县，而明日正巧也是王老爷子的70大寿，你还有4个时辰，能否拿下王芷若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我揍花你奶奶个腿儿！王老爷子那个，要是知道我泡他孙女的话，这不得我呀！真总比我爷俩被凌迟处死的好。诸位且看，这就是谢家的赘婿。据说他为了嫁进谢家，可是用尽了手段。是啊，现在是吃穿不愁了。不过那玩意被割了，难道你就不觉得可惜吗？不知这位公子，你家娘子？是我，怎么了？好，那麻烦您替大家看看，我究竟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耍流氓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我娘子！我调戏什么？是你们说我才向你们证明的。那好，既然你家娘子不敢，那你们谁家娘子敢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王公子就是这位，在你的寿宴上耍流氓。人家14岁就逛青楼了，有这些行为不是很正常吗？或许谢家六姑娘相中的就是人家这一点呢。这是王上王家大少爷王芷若的亲哥哥。本来还犹豫要不要泡你妹妹，既然你如此较真狂妄，那你这妹妹我是泡定。真是恩爱呀！这大庭广众，贴着耳朵说悄悄话。六姑娘是在教他什么吗？我是在告诉他你的身份，生怕失了礼仪。哎，那倒不至于，毕竟谢姑娘看中的人一定有非凡之处。这样吧，我们正好在讨论佛学，韩宇，你也说2句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懂佛学。堂堂谢姑娘看上的人，怎么会不懂佛学呢？你是在暗示她眼光差吗？还是瞧不起我们这些人，不愿意救？哥哥，既然人家不愿意，就别逼人家了。哎呀，妹妹说的对呀，我刚反应过来，这唐宇根本没怎么念书啊。你说这谢家怎么回事？长辈那么有出息，怎么不好好教一教晚辈如何文化传承，如何振兴家族呢？王公子有所不知，在下出身并不好，少不更事，读书少，过于顽劣，所以所谓的佛学，我并不懂。明白，你爹开赌坊的嘛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哪有我们这些人高尚啊？唐宇乃卑贱之赘婿，但明是非，讲道。王公子乃尊贵之世子，却是非不分，见风使舵，也未必比我高尚。你想的这家伙口齿竟然如此伶俐，天，他这不像是没读过书之人啊！你说什么？说你蠢，说你坏，说你无知无德。现在看来，你还有点懂呢。你敢辱骂我？你可知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不服？我无知无德。行，你说，你今天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告诉你，谢家也护不住你。说你蠢，你还不认？那好，我便问，我家娘子秋桐只是个庶出，母亲更是谢府地位极低的早逝小妾，为何能留在谢家，而且还要独立为人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是因为我们谢家重视亲情，有人情味儿，讲道，特意灌输我们谢家团结友爱，而你却信口开河，说谢家长辈那么出息，却教育不好晚辈，你是不是？而且，一个庶出女子，继母早逝，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家族认可，而你却在这里诽谤、恶意中伤，甚至大家还传我是什么？你看，他计较了吗？他追责了吗？你却在这里没有道，步步紧逼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无知无德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一个连佛学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，只会在这里翻嘴皮子罢了。唉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芷若从小钻研佛学，竟悟不出其中的道理，还望高人赐教。这世间万事万物，就好像梦境幻象、泡沫和影子，又像是双路闪电那般转瞬即逝。因此，我们看世界要认识到世界的短暂和虚幻，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，要认识到它的真实本质。没想到这段话居然有如此高深莫测的含义，简直惊为天人。若不是有高人解析，恐怕芷若一辈子都无法参透其道理。你不是说你不懂佛学吗？怎么一出口这么高端？他的话值得我们各位好好的去探讨。好，既然诸位想探讨，那我便考考你，什么是虚幻，什么是本质？虚幻和本质，我来给你们解析。虚幻就好像我家秋桐，传言他是个疯癫之人，他残忍嗜杀，心狠手辣。你们看，
它像？这么看起来确实不太像啊。这就是虚幻。今日在座的各位都是读书人，所以我们不要被表面的虚幻所迷惑。那什么是本质呢？本质就如同我家秋桐一样，性格文静，才华横溢，宽容大度，也不在乎什么恶意重伤，是一个真正完美无瑕的好女子。所以说呀，再狠的女人都经不住夸。谢秋桐，你的心就算是块石头，老子也得给你捂热。接下来再接着打一套女拳吧。因此，为什么世俗总要把女人污名化？难道一个女子过于优秀，就要从其他那里去玷污吗？难道女子就不能有才华，不能博学，不能优秀吗？说得好，我们女子也可以顶起半边天，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造化和事业呀。没错，我看芷若姑娘就是典型的博学多才。唐公子，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。我饱读诗书10几年，才华不逊于兄长，他却不允许我参加家族事务，还说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没事，那便证明给他们看。朝廷不是派遣我作为赈灾抚使的主使吗？那由你王家负责，跟我一起去，咱们把这件事给办得漂漂亮亮。好，我一定不让我家族失望。那唐公子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时间紧迫，今日午时便出发。那唐公子需要带什么东西吗？我好立刻去做准备。不需要做什么准备，只需带2辆豪华马车，再安排一些人押几万两白银。不需要做什么准备，只需带2辆豪华马车，再安排一些人押几万两白银。这家伙还真敢开口啊！好，我马上就去办。行啊，小子，感情你今天不是来替我家老爷子贺寿的。怎么不是啊？这进门我礼都赶了。不，你是来套狼的。套什么狼？空手套白狼。朝廷安排你做赈灾主持，这谢家怎么的，一个子都不愿意出啊？马车还得用我们家的。既然你们王家不愿意出钱的话，那这样，这个钱由我们谢家出，你们王家不用出1分钱。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哇，这男人一掷千金的模样就是帅，瞧瞧。对呀，如果王公子这个条件都不能答应的话，岂不是王家也太抠搜了些？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借我几万两白银，我也答。2辆豪华马车。什么？哎，你别激动啊！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签字画押。等忙完这事儿，我肯定还你。灾区现在每时每刻都有灾民在一死而死，我早一些赶到，就能多拯救几条性命。哥哥，你还是赶紧借给唐公子吧，咱们王家本就有辅佐之令，这1分钱不花完成赈灾，不好吗？闭嘴！这可是几万两，不是几两。就算让这家伙卖一辈子，他也还不上几万两。这是骂谁在外？这是骂谁在外？爷爷，我没骂你，我骂唐雨呢。怎么后悔嫁入谢家了？想追入王家了？王老，你误会了。今日我携娘子前来呢，一是给您老人家祝寿的，这2呢是商量赈灾抚民之事。爷爷，这家伙一来就开口向我王家借几万两白银，连马车都得用我们家的。这圣旨上可是标明，由你王家进行辅佐，这出点钱出点力，这怎么了？难道你们王家想要抗旨啊？这钱和物，我们王家都出完了，你们谢家出什么？我们谢家出力呀！王老，你有所不知，这能用钱解决的事儿，那都不叫事儿。这灾民几万人的温饱问题和灾后重建，再加上还要防止他们暴露，这
是很累的。王少、王芷若听令，我代表王家特意派遣你们俩前往南原县辅佐赈灾，在有力长见识的同时，切记要注意自身安全。知道了，爷爷。放心吧，爷爷，我不会让家族丢脸的。力，我们出了；物，马车我们也出了。毕竟太次的马车，我怕这俩孩子坐不习惯。那个王老啊，你好歹意思一下吧，这总不能把事儿全都落在我的头上吧？我压力也是很大的。我们这不是出人出力辅佐了吗？话说，你要是在今日申时赶不到南原县辅佐赈灾，那我可要禀告朝廷，说你谢家赈灾不力了。那还愣着干嘛？赶紧速速备车呀！你不要逃吧。这皇上要是想让我死，这普天之下我能躲到哪里去？我可以拿出2千两。怎么了？不打算再娶了？这下一个未必擅长拍马屁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还不能坐以待毙了。哎，这样，你在王府门口前的马车旁等我，我上个厕所，马上就回来。啊！哎，这天大的窟窿，不知能不能补上。算了，到了南原县再说。知道了，这白娘子修炼千年，换来哎，急什么急？你没看到已经坐满了？你坐后边。这可是我王家的马车，你没听到王老爷子说呀？出2辆马车，供给使，我是赈灾主使。怎么着？你想造反啊？芷若，你站这家伙身边干嘛？哎，哥，唐宇，我警告你，少缠着我妹妹。哥，你要不坐后面那辆车吧？唐公子，许仙和白素贞的故事到最后到底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哪敢讲，我怕你哥误会我。哥，你快走吧！你要是耽误了赈灾抚民，我定向爷爷告发你。行，我走。好你个唐宇，你给我等着！快讲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知道了，后面可有意思。我们已经到南原县了，前面的流民很有可能会发生暴乱，大伙小心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前方流民拦住了去路。大人呐，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我们给你跪下了。刁民！大人，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我们给您跪下了。给我吃的，给我吃的，给我吃的。这家伙不是从小逛青楼的纨绔子弟吗？怎么会有这种眼神？姑娘，你把我女儿买了吧。你别看她瘦小，她其实已经10岁了，什么都会做，什么都肯做，只要100个铜钱，100个铜钱就好。这种面黄肌瘦的贱民，要来有什么用啊？赶紧带着滚蛋！妈妈，你就拿小宝跟黄婶换吧，这样妈妈就有吃的了，就可以活下去了。小宝也可以在天上陪着妈妈了。一次而始，妈妈绝对做不到。妈妈就是死，也得让小宝活着。
我这里有5两银子，我买它正好缺丫鬟。你是要害死王家吗？你是要害死王家吗？你没看这小贱女一身的传染病？哎，你是嫌王家现在生活的太好了是吗？可是什么？我们只是来辅佐的，他才是主使。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让这群贱民暴乱，到时候圣上动怒，谢家定会吃不了兜着走。唐宇，你就等着被凌迟处死吧。乡亲们，看来他们是不准备帮助我们的，那我们就抢！大胆！你们这群刁民竟然敢造反，当真是不怕死啊！爱妃也是饿死，造反还有一线生机，大伙上啊！该死！这王少果然故意为之，事情已到了不可逆的状态，我们赶紧先撤。撤不了一点。各位乡亲父老，你们先冷静一点，听我说起。首先，我声明一点，我并不是什么门阀世家，我跟你们一样，都是普通老百姓。所以，你们在这里受到水深火热的境遇，我是完全能够真切地感受得到。我是朝廷派来赈灾的主使，是来帮助大家的。你这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！哎，那我请问，粮食呢？你该不会指望说几句拉拢人心的话，大家伙都不用饿肚子了吧？我此次前来赈灾，调集粮食，花了些时间，不过应该几则几号，马上应该就到了。不是，你手里都没几个子儿，哪里来的钱买粮食？更何况这可是几万流人的粮食。对呀，唐公子，现在灾民情绪激动，若他们知道你在骗他们，肯定会将我们生吞了呀。对，我们要粮食，我们不听虚伪的话。对，看来你们的脑子还没被饿上，知道这是虚伪之言。这家伙根本就不是普通百姓，他爹是开赌房的。从小就跟着他爹干一些坑蒙拐骗之事。哥，都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能不能少说2句啊？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这家伙油腔滑调，满口胡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糊弄灾区难民，无疑是杀人诛心。好啊，我们都易子而食了，你们还在愚弄我们。既然不给我们吃的，那我们就吃了他们。上！唐宇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我知道你嘴皮利利，能说会道，但是你竟然异想天开，企图靠糊弄赈灾抚育，简直是愚蠢至极。唐公子，我也真是万万没想到，你口中所谓的赈灾抚民，居然是以这种方式，你把我们王家都给害了。反正完不成任务，朝廷也会杀他，拿给灾民分而食之，好歹做点贡献。各位，愚弄众人的可是他呀，跟我们没关。快，护送我兄妹出去。我这里还有一瓶银表，你快拿去安慰众人的心绪。嘘，安静点，别打扰我听动静。不是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里装腔作势干什么？好，你既然想死，那我也帮不了你。上，分食了他！他应该马上就要哭爹喊娘的求救了，我可得回去。怎么会有马蹄声？你可终于来了！啊！真的是粮食啊！真的是粮食啊！赈灾粮到！大人呐，我们错怪你了，大人！哎呀，大人呐！来，客官请起，客官请起。我说过，我是来帮大家。那些门阀世家不关乎你们的生死，但是我跟你们一样，都是老百姓，咱们心连着心，
终于有为咱老百姓考虑的好官了，是，咱们有救了。是，你就算运来了赈灾粮，但这点粮食能吃几顿呢？南阳县的流民可是有几万人，今日饿不死，明日恐怕也得饿死。主事大人呐，他说的没错呀，就这么点粮食，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杯水车薪呐。大家伙放心，这第一批粮食时间比较仓促，先让大家果腹一下。后续我为大家准备10万担粮食，保证让大家伙能够吃饱，度过这个灾荒年。10万担呢？10万担粮食，你还真是张口就来啊！你知道这10万担粮食需要花多少两银子来买吗？不管花多少钱，哪怕搭上我这条命，我一定也让大家伙吃饱，度过困难。只求大家能够相信我。我们相信你，在这天灾乱世之下，只有你惦记着我们的生死，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粮。对，我们相信主使大人。可我相信了清楚，那些个人信服，此次朝廷派谢王两家前来赈灾，而这个王家大公子给你看见，扰乱赈灾，践踏百姓，煽风点火，企图制造暴乱，还望各位的民意心情能够传到圣上的耳朵里。主使大人，我们一定能做到。那各位先垫点肚子，我这就回去调集粮食。主使大人，路上小心呐！主使大人，路上小心啊！哥，出事了！你给王家惹出大事了！喂，小梅，你去哪儿啊？帮唐公子调集赈灾粮，为王家将功补过。哎，你一个子儿都没有，这么多粮食从哪儿搞到的？大白条，赊赊的？什么时候赊的？在王家上厕所。原来你没去方便，我还纳闷呢，为何等这么久？原来去赊粮了。怎么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只是个摇骨纯舌之辈吧？这健康城的粮商一个比一个急，他会把这么多粮食赊给你这么一个坑蒙拐骗的家伙。我的名气自然赊不着，但是我若是以王家谢家的实力，他们自然他妈居然拿我王家的脸面去赊账，那些奸商居然还都信。他们为何不信？我都直接把圣旨怼到他们脸上了，他们敢抗旨了？哎，对了，后续那10万担粮食我都是挂的你们王家的名，后续麻烦把单买下，谢谢。我买你大爷！吃了你半天，意思最后钱还是我。够了，哥！玩让你小子把名声害了，还嫌你惹的事情不够大吗？唐公子，这钱我们出了，就当是为我哥之前的行为将功补过。哥，你还不赶紧给唐公子说2句好话？这事要是惊动了皇上，家族都要遭殃啊！你疯了吧？让我给他道歉？喂，小妹，你冷静点啊！唐公子，你别跟我哥一般见识，这笔钱我们王家也出了，我现在就回去准备钱。你这俘获小姑娘的手段还真有一手。你不会真的以为王芷若能拿到钱吧？你给王少灌了这么多罪名，他若是不出点血，这事过得去？王老那只老狐狸可不好对付。假如皇帝灌罪下来，1只鸡和1只老虎，你觉得皇帝会选择谁？10万担粮食可不是小数目，那些奸商看不到钱是不会有的。届时灾民情绪更大，我终究难。那你刚才和王少说的这么多，我故意气他了个狗！你没见他刚才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很爽吗？不是啊，你心态这么好吗？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这一切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既然选择做你的挡箭牌，这就是我。
之前的赌约算是我输了，这算是我对的约。既然我们今后互赌双赢，那你告诉我该如何帮你？我之前都是跟你开玩笑逗你，没想到你来真的呀！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这是信守承诺，履行赌约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那行吧，你既然想帮我，那就借我点钱吧。我只拿得出2000两，至于多的还需要一些时日，但是几万两不可能。不需要那么多，借我20两就行。20两，10万担粮食你就借20两，你确定？我确定，20两我给你搞10万担粮食出来。唐宇，自信是件好事，但自信过头了可就不好了。够了，回家搞。你这混账，这点事都办不好，居然还让人家敲诈勒索！爷爷，现在只有掏银子才能救哥哥了。你不知道南苑县那些难民可惨了，这也是为我们王家积德啊！朱嘴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马上通知下去，我们王家没有表态买粮。到时候这10万担粮凑不齐，掉脑袋的依然是他。那灾区的几万难民等不来粮食，就只能活生生的被饿死吗？你担心那些贱民干什么？他们就像路边的野草，今年死一批，明年又会重新繁殖一批。可是书中并不是这么说的，只若博览群书，为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有抱负、能够拯救苍生的人。但是爷爷的观点与我完全都是背道而驰的。住嘴！你这逆女，再敢一派胡言，当心我把你关进书房去！他在里面叮叮当当的在干什么？不知道，顾夜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，还写了几张单子，让下人抓紧时间去购买。买的什么知道吗？我记得好像有当归、阿胶、黄芪、党参，还买了很多芝麻和香料。芝麻和香料，这家伙究竟想干什么？哎呀！哎呀，大功告成，得取个什么霸气的名字呢？不然这东西失去根本价值了呀。有了，那干脆就叫龙游，既高贵又霸气。哎呀，这下成了，这龙游和太太口服液都弄好了，是时候变现。哎，小婿携娘子拜见岳父岳母大人。这家伙肯定是厚着脸皮来要钱的，那是几万两银子。不好意思，唐宇，这可能只能牺牲你了。怎么样？这赈灾抚民还顺利吗？秋桐，咱顺利吗？什么？这家伙居然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！官人不是赈灾主使吗？那可是，我这贤婿才高八斗，能力超群，可是圣上指名点姓钦定的赈灾主使，想必这赈灾粮也早就凑齐了吧？没错，这每天都会有大批的粮食运往灾区南苑县。哎呦，那贤婿不抓紧去运送粮食，跑来与我轻谈，这万一耽误了大事儿。哎，岳父大人，您多虑了。这赈灾之事，小婿安排的井井有条。今日前来呢，是来拜见岳母大人。啊？之前岳母大人担心新春流逝，小婿许诺将为岳母大人
参涉水，寻得名贵草药，饮之太口服液，让岳母大人永葆青春。我还以为你只是随口一说呢。嗨，那岂不是寒了岳母大人的心？来人，将东西呈上来。这东西为何如此芳香？是啊，这一端进来就感觉整个屋子芳香四溢，瞬间让人心旷神怡。那当然，因为这里面含的有千年灵芝、天山雪莲、龙涎香以及冬虫夏草等数十种名贵药材，再搭配上灵隐寺长老开过光的天山社，此物不仅能让岳母大人光彩照人、永葆青春，还能诱惑谢家基业长青、门府兴旺，子嗣后代更是人中龙凤。一个产品只要给它找好定位，再包装一个完美的故事，设置非凡的寓意，这现代人都是无，更别说古代了。这家伙可真敢忽悠，把孙如套进去也就算了，竟把我爹也一起圈了。此物如此贵重，应该花了不少钱吧？这前后加起来大约5000两。不过这5000两能保佑我谢母，能让岳母大人永葆青春，小婿觉得还是值得的。这5000两我必须给你，我可不能占了后辈的便宜，这毕竟是花在我和谢府身上的。快去取5000两给姑爷。是夫人。等一下。这后辈送长辈东西，这本来就是礼仪孝道。你要是给钱，是不是显得咱们太见外了？这可是5000两，又不是50。哎，5000两又如何？咱们贤婿啊，神通广大，这赈灾款几万两都凑得，他怎么会在乎这区5000两？你说是吧？没错，这5000两献给谢府和岳母大人，小婿不在乎，可是人家在乎啊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这5000两都是挂在您的头上。我说贤婿啊，这赈灾款几万两你都凑得了，这区5000两你还要挂账，你还挂在老夫头上，你是不是对我和你的岳母大人有什么意见呀？哎呀，小婿不敢。岳父大人，您是没去过南垣县，那里满目疮痍，尸横遍野，灾民们纷纷易子而死，那场面简直是惨不忍睹。小婿代表谢府作为赈灾主使，着实受不了，所以将凑到所有的钱物全部用于灾区。不信的话，您可以问问秋桐。是的，父亲，那里的确是人间炼狱。好在百姓们都记得我谢家的好，并会将王家的种种恶行传到圣上耳朵里。岳父大人，您听见了没有？您亲闺女总不能信口开河吧？所以，我真的是身无分文，这回城之时才去操办的这些事情。这起初那灵隐寺长老还有那药材掌柜还看不起我这个废小婿呢，我是着实没有办法，我才说我这是为谢府一家之主办事儿。我岳父大人要给他最钟爱的正妻研发出一款青春灵药，但是他们全都不信。为何不信？哎呀，他们说岳父大人最钟爱小妾，已经8年对自己的正妻不管不顾。哎呀，我听到之后当即大发雷霆，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呐！那些小妾
是为了繁衍子嗣，让谢府壮大。我岳父大人最爱的只有岳大人，不然怎么会不辞辛苦，豪掷千金前来购药呢？他们听到之后，纷纷倍感震惊啊，后悔听信了谣言，估计现在正在四处歌颂你们这对才子佳人呐。哦，真有此事？真的，我临走时准备的银两不够，说是先记在我的头上。他们表示诧异，这怎么能会记在我的头上呢？这丈夫送给妻子的礼物，若是记在我的头上，那岂不是成了我送的了？不过眼下我看岳父大人一脸不悦，还是小婿去凑些银两，把这个窟窿填上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这女人呀，得不到丈夫的疼爱，就自己不能爱自己了。去取银票，这东西呀，我自己送给我自己。夫人，夫人，生什么气嘛？今天我们只是想逗逗你。其实，我早就想送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了。你为咱们谢府辛辛苦苦了这么多年，这事儿我早就跟咱们贤婿商量过。不信你们。哦，对，没错，岳父大人私底下确实找小婿商量过，说是要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，不惜豪掷准备了7000两，这5000两呢用于礼物的准备啊，只要岳母大人满意，会奖励小婿2000两。不过眼下看来，这岳母大人还是挺满意的。这兔崽子竟然趁火打劫！这真是你上梁准备的？是啊，你满意吗？满意，非常满意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了。快去取7000两给姑爷。是夫人。厉害呀！我见过坑爹的，倒是第一次见坑老丈人的。这怎么就坑了呀？怎么就没坑？就你那玩意儿能让我后妈永葆青春，还能壮大我谢家。嗨，就他那老两口，你爸妈恩爱，心情好了，这皮肤肯定就好，这青春自然就常在。我那些都是活血养颜的中药。至于壮大了，家和万事兴。这况且这谢家不是还有我在吗？但你费尽周折赶来的7000两，也抵不了几万两白银的苦。那这剩下的大头，就只有靠王家来填。王家，快点儿，赶紧的，磨磨唧唧的。不是，这外面向南源县运粮的马车怎么一辆都没有？好啊，你个狗东西！我们正想去找你呢。王家根本没有许诺赊财赈粮，你让我们亏了几万担粮草，赔钱，必须赔钱。对，今天不给钱，你们谁也别想跑。你们一个个贩卖零食的奸商啊，怎么跟土匪一样？这王家不认账，可没说我们谢家不认账啊！哎呀，怎么就只有7000两啊？我们调运准备的粮食可得需要几万两。那你们把这全部粮食运往南源县了吗？没有，山高路远的，要运完也得分几批吧。那不就得了？这粮食都还没运完，就想要全款啊？这只是第一批款项啊！我告诉你，那群灾民可是等着这批粮食救命的啊！立马给我大张旗鼓的运起来，不许停，听见没有？第一批粮食应该得需要1万两吧？你这儿可就只有7000两。我们粮商四处收购粮食也得需要钱吧？再给3000两。今日来的匆忙，下次定给大家伙补上。没事儿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取钱。什么时候钱取到了，
什么时候我们就派人运粮。你们这是在侮辱我们谢家，连这3000两都拿不出来吗？我们只认现钱，不听故事。钱到，粮到。看来王公子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，还警告我们，这家伙嘴皮子利索，别被他忽悠了。看我的！按理来说7000两是够了的，但是王少个苦东西，连条活路都不给，加上这军又是奸商，不好糊弄啊。我这里还有2000两，但还有1000两需要一些时日，我去跟他们说。3000两，明日我定会送来，你们立刻安排人手送粮。不会吧？这3000两也就是一来一回的事儿吧？这明日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你们连3000两也都要去凑呗，是吧？就是3000两都需要凑，那后面的几万两生意，我们可不敢干了。我们还是做其他业务去了。至于那余款3000两白银，明日我们上谢府要去。走了，走了，走走。等等。完了，他们要走了，粮食就断了。在明肯定知道自己被忽悠了，搞不好会引起暴乱。你快想办法！眼下唯一的办法，只有等一个人。等一个人？谁呀？等一个生性善良之人。生性善良之人？这3000两，我替他出了。哪来的丫头片子？好大的口气！别瞎说，这是王府千金，是若姑娘。对不起啊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有眼无珠。这是4000两银票，拿着，立刻派人去送粮。可是王公子他说了，我不是王府的人吗？你们是认钱还是认人？你们是认钱还是认人？你们如果怕王公子责罚的话，可以选择走小路，偷偷摸摸的走。只要你们把粮送到南苑县，少不了你们一个子儿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们立马就召集人马，马上去运粮。对不起啊，唐公子，我爷爷不愿意出钱，芷若把所有的钱，包括玉簪首饰都给卖了，也勉强只能凑到4000两。没关系，你这4000两可算是捡我的燃眉之急呀！不是，你怎么知道芷若姑娘会来？还是说你俩私下有联系？没有啊，我们生性善良之人，心有灵犀，这事儿想到一块儿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你看你运气啊！芷若姑娘之所以能来，是她从我们来的这一路上都在跟踪你，明白吗？唐公子真是感知敏锐，没想到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没错，我爷爷不愿意拯救苍生，但是芷若愿意，所以我想尽可能的去帮你。你已经帮了，但接下来能帮的只有你爷爷。我爷爷？对呀，是因为你爷爷有钱呐。这拯救苍生还得靠钱，靠你我之间微薄的爱是不够的。我爷爷不可能会答应的，我已经试图去说服他了，但是他差点关我禁闭。说服你爷爷不能只靠嘴，得靠脑。靠脑？来，教你如何走。来，教你如何走。啊，这能行吗？我有点不敢。你想想南云县那些易子而食的灾民，而你这一个举动就能拯救苍生啊！那行，那我就按照唐公子说的走。好，来，去吧！拯救世界就靠你了。不是，
氏，你又在想什么鬼点子？这可不是什么鬼点子，此乃唐氏杀猪盘。那苏老不是今年老狐狸吗？一会儿看斗不斗得过这个好练。唐氏杀猪盘，什么东西啊？别着急啊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昨晚我想了一整晚，发现确实是我太过鲁莽了，明白爷爷的良苦用心，很是恼悔。今天特意准备了礼物给爷爷，当做赔罪。龙游，这乃何物？竟敢起如此八面威风的名字？这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个西域商人，他所研制的稀世珍宝，专供给达官贵族使用。我想到了爷爷，所以就花大价钱给爷爷买回来了。大价钱？多大？100两。什么？这么个小玩意儿要值100两？什么？这么个小玩意儿要值100两？那当然，因为里面有虎骨、千年人参、顶级沉香等几十种名贵药材，再加上西域古老的炼制手法提炼出来。不错，香！这种香味儿是我70年来从未所闻，不愧为是西域的好物啊！可是这100两也太贵了吧？你懂什么？这要是平民百姓都能使用，哪能体现出爷爷的高贵啊？好了，不要吵了，爷爷很喜欢，只若有心了。完了，两只回来了！听说你在西域搞到了不少好东西，能分享一下吗？我们都想要啊！对，我出100两，实在不行200两也行。我出400两，给我，别给我呀！我了，你拿500的什么？我出400两。哎，你说这老狐狸要是不上当，那我那2000两银子不就白费了？放心吧，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，而且是这个世上没有的。这俗话说，人为财死，这笔生财可把持不住。那个西域商人谁来扮演？这要是人找不好，不就前功尽弃了？当然是我爹呀！啊，那老家伙坑蒙拐骗几10年，到时候这脸一抹黑，胡子一沾，再把西域那套衣服一套，这才能认得出。爷爷，这东西真如此畅销？那可不，一群人围着我水泄不通，纷纷掏出真金白银求着购买，奈何我是有用行。那爷爷，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啊？东西没问题，是好物。快，小妹，将那西域商人引荐于我，这搞不好咱们王家要发一笔横财。这不好吧？这可是我给爷爷的一点心意，你居然想拿来赚钱啊！你懂什么？真是头发长见识短。这搞不好，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这件事由我全权负责。一个女孩子家做不了这些业务。我不，到时候你要是亏本了，肯定会怪罪到我头上。爷爷，如此胆小怕事，将来难成大事。放心吧，此事由爷爷做主，没人敢怪你。对了，少儿，你也别太鲁莽，为了稳妥起见，先小额采购一批，看看情况。好的，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咱们王家又发了！我先采购了10瓶，
花900两拿下，以200两一瓶卖出，一扫而光，瞬间就赚了1100两。真的？对呀，你看，这是赚的银票。不过这眼下有个不好的消息。什么不好消息？有其他的富家权贵看中了这1本万利的生意，找到了这西域商人，准备大批量采购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当即决定独揽这生意。嘿，你此回来与爷爷商量。那西域商人有多少货？所有原材料加上连夜加工生产，能出400瓶。这整个大庆国有1号之人，不可能才400人吧？那4万两白银可不是小数目啊！但是操作好了，我们可以赚10万两白银。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了，到后面就算拿到货，也卖不了这个价。毕竟它不是一家独有啊。你有信心吗？100%信心。那就好。走。你既然都要骗了，你干脆把这空瓶都送过去，不就省事儿了？你这油看起来也太恶心了。浅了？什么浅了？目光我强，如果发空瓶子过去，最多也只能让王家赔钱。但是如果用了这个油吸养男人，不光是退钱这么简单，还得赔钱吃官司。这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确实是目光短浅了。快安排些人把这些货全都拉出去。儿子，儿子，爹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？这事儿你没搞砸吧？我在自己胡说什么呢？你爹我坑蒙拐骗，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还从未失过手呢。哎，那个老东西被我忽悠的，哎，一愣一愣的，就差跪下来跟我磕头拜把子了。哎，儿子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？如此爱财如命，真是继承了你老子的衣钵呀！哈哈，有本事。这些都是南苑县的赈灾款，朝廷1分钱不出。谢王两家不但不帮忙，还冷嘲热讽，使诈阻止。他若完成不了任务，便会被凌迟。他不怕死，就怕您被他连累了。好在他一个人全部都扛了下来。伯父，您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。我儿子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都是爹没本事，保护不好你呀！爹，你把我送进谢家，不就是为了保护我吗？如果你不把我送进谢家，我怎么能娶到这么贤惠、能干的媳妇儿啊？够了，唐玉！哟，厉害了，儿子，有本事了！哎呀，你竟然能把谢姑娘的脸整红了！像这种绝招，你能不能教教老爹呀？哎呀，爹，这种事情改天再说吧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把你这身行头给报了。如果被别人看到这件事是你做的，那这事儿可就大了。言之有理，看来此地确实不宜久留啊。哎，谢姑娘，有劳了，我把雨儿交给你照顾，多多费心，告辞。哎，来，这是2500两，你先拿着。之前借了你2000两，这多出了500两，算利息。不要！你真把我当成吃软饭花媳妇钱的赘婿了？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不是，你给我了，那差2升的钱还够吗？把纸住的那4000两还了，我这里还能多出几千两来。
我打算把这些钱全部拿到灾区去。走，去结账。你这混账，那可是4万两白银呐！你这混账，那可是4万两白银呐！爷爷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去找西域那口东西，我定把他千刀万剐！站住！我们王家怎么出现你这么个傻子？人家既然敢骗你，还待在原地等你来抓吗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怎么不想办法挨个检查一遍？因为之前的视频没问题，所以我就……要是值钱的货，我还有办法处理出去。现在这货，已经有好几人到衙门去状告我们了，我又花了几千银两摆平。都怪小妹，那要不是她，李锦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之前让你不要搞，你还骂我头发长见识短。本来这跟西域商人交易就得无比小心，他们没有什么契约精神的，是你自己见钱眼开。而且爷爷都说了，他不会怪罪我，你反而还骂我。不瞒老爷，太子殿下一定要健康城，目前这场谢家全文正在府民之事，还不速速退车！爷爷，这小子正财不利，那太子殿下责罚的是他呀，这我们这么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呀？你懂个屁呀！就凭那小王八羔子3寸不烂之舌，到太子殿下面前胡说一通，我们是黄鱼一把掉裤裆里，不是屎了也是屎。放心吧，爷爷，这一次我一定找紧机会弄死那个东西。你说这个姑娘会不会被发现？嗨，被发现那是迟早的事儿。那你就这样把人给卖了？我唐宇是那种背信弃义之人吗？我既然让他这么做，我肯定会想办法保他的。保她？怎么保？现在还不敢说。你什么意思呀你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小姐，姑爷，太子殿下和王府的人都已到谢府，谈论赈灾抚民之事。这么急？这完全不给喘息之机呀！你一会儿千万不要乱说话。司马元不比谢山河，一旦出事将无力回天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走。参见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唐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见到太子殿下，你居然不行下跪之礼。在宫廷和朝堂会议中见到太子殿下，的确要行下跪之礼，这是体现皇家的威严。但是今日这是在谢府，太子殿下作为客人，哪有主人跟客人下跪的道理啊？不是警告过这家伙不准乱说话吗？怎么一来就开始找死？你就是唐宇？怎么，太子殿下不认识？初次见面，谈何认识？太子殿下竟然将一个不认识的人力荐给皇上，做赈灾主使，安定天下，这着实有一些冲动马虎啊。当然，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太子殿下慧眼识珠，善用人才，这将来啊一定是个圣君。软弱必被打压，硬气反而出奇迹。你说我先给你一巴掌，再补个糖，你该怎么解呢？唐爱卿自封为人才，想必这南安县之事一定办得很漂亮。自以为是的家伙，竟自个儿往枪口上撞，现在懵逼了吧？
这不能说是很漂亮啊，这只能说是相当漂亮。这只能说是相当漂亮。大胆！当着太子殿下的面，你还企图胡言乱语、蒙混过关吗？禀告太子殿下，朝廷命谢家唐宇做赈灾主使，这家伙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。他先是拿着圣旨，打着我王家的名义，赊了一点粮食去送往灾区，并忽悠当地灾民会陆续送去10万担粮食，结果了无音讯。恐怕此刻南苑县已经暴乱。没错，太子殿下，这谢家唐宇作为主使，一语吩咐出，什么事都放在我王家的头上，甚至前往南苑县视察灾情的马车都是我们王家出的。对，太子殿下，唐宇年岁稍小，又不懂赈灾之事，再加上朝廷对他寄予厚望，他压力很大，所以才……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唐宇，这王家之人，此言当真？敢问此次赈灾，王家出了多少人？我们出力出物了，我这对儿孙博览群书，满腹经纶，我都不惜派往灾区救灾啊！救灾？你也配说这2个字？这王家大公子一到灾区，便大骂灾民是贱人刁民，还颠倒是非，煽风点火，企图制造暴乱。你放屁！我没有。太子殿下，他胡说。对，太子殿下，此人赈灾不力，妄想转移战火，凭空栽赃陷害，请太子殿下明察啊！禀告太子殿下，小的已从南苑县赶回。禀告太子殿下，小的已从南苑县赶回。太子殿下，这俗话说，真的假不了，这谁是谁非便一目了然了。这欺君之罪可是要灭族的，恳请太子殿下严肃处理，以正家规国法。目前这南苑县是何情况啊？禀告太子殿下，流民们个个吃的5饱6饱，还有对称山的粮食根本就吃不完。他们不再逃难，纷纷开始搭建房屋，已经重造家园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是走错了地方，确定是南苑县吗？确实是南苑县，这种掉脑袋的事情，小的绝对不可能走错。而且所有的灾民都在夸谢家唐宇，有的还在说什么王家就应该被千刀万剐。太子殿下，此人绝对说的是假话。健康城及周边所有粮商都停止供粮，而且我去过之前运粮的路线，一辆运粮的马车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有堆积成山吃不完的粮食呢？望太子殿下明察。我说王老爷子，你可真是养了一个博览群书、满腹经纶的好孙儿啊！这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卖了。太子殿下，你可听见了啊？我一心赈灾，结果这王家各种捣乱，阻止赈灾，完全不顾这百姓的死活。没想到吧，那群粮商只认钱不认人。我为了防止他们被你责，特意安排了一条小路，让他们悄悄的死。不可能，你都说了，他们只认钱不认人，你一个字都没有。单凭赊账，他们怎么可能赊几万两的粮食给你啊？谁说我赊账了？这全款我早就结清，甚至我还多付了几百两，算作小费。你从哪儿搞来的几万两白银啊？谢家绝不可能拿出几万两白银给你，你肯定是做了偷鸡摸狗、烧杀抢掠之事。哎，这当着太子殿下的面，可不能血口喷人啊！这可是要负责任。我是明白了，唐宇他爹是开赌坊的，专门干坑蒙拐骗之事。这些年，他不知害了多少人，家破人亡。那几万两银子，是他吸老百姓的血。太子殿下，今日你可要为老百姓做主啊！我说王老爷子，这谢家都拿不出几万两来，我爹开一个小小的赌坊维持生计，能拿出几万两白银来？这些钱
都是靠我自己的本事给赚来的。你有啥本事啊？你除了摇拳鼓舌、糊弄欺骗，你还会糊弄欺骗？莫非你那几万两银子是你连和唐雨？爷爷，我什么？真是你串谋唐雨给我下的套？好啊，日防夜防，杀贼难防。你看我今天不？住手！这里是县府正厅，更是有太子殿下在，如此没有礼仪，成何体统？行了，此次赈灾福民，我爱卿表现出色，我定会向父皇奏明，以示嘉奖。至于你们，自己去父皇面前请罪。太子殿下等下。谭爱卿还有何事啊？此次赈灾，在下车前马后，出钱出力，虽舟车劳顿，但报效朝廷也在所不辞。只是在下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还未曾实现。说吧，官爵、珠宝还是封地？太子殿下误会了，在下岂敢有如此野心，狮子大开口呀！在下只是想娶一个二房，想请太子殿下做一个见证。娶二房啊，好事啊！看中谁家姑娘，本太子亲自为你见证，一定帮你拿下。王家姑娘，王芷若。你痴心妄想，找你之前岁数尚小，今年已不18，我是准备送入宫中，介绍给太子殿下。大唐雨，你竟敢跟太子殿下横刀夺爱！王老子，你这是明嘲暗讽，说太子殿下出尔反尔啊！这太子殿下正人君子，乃代表皇室权威。正所谓君子无戏言。今日当着众人的面，你这是明显在拆太子殿下的台呀！虽说君子无戏言，但这巧取豪夺、逼良为娼的事儿，太子殿下绝对是做不出来的。这婚姻常说两情要相悦，你何不问一下王家姑娘愿不愿意嫁给你，而不是屈服于龙威？我愿意，我愿意嫁给唐公子。你这吃里扒外的逆女，你看我不得！住手！现在芷若姑娘是我的老婆，更是太子殿下所配，你敢动她一下试试？这件婚事，本太子准了。朝中还有事，先行告辞。好啊，我让你想办法去保芷若姑娘，你倒好，你不说，现在跟我玩这出是吧？不是你让我去追芷若姑娘的吗？我是让你去追她，那我是想削弱王家的势力，我没让你把她娶回来当二房。嗨，你就说这王家的势力削没削弱吧？眼下我是真没办法，要不是芷若姑娘帮咱们的忙，这事儿能成吗？难道咱们眼睁睁的看着芷若姑娘被毒打呀？再说了，我也是男人，我也有正常欲望吧？你这天天脸冷的跟个冰块一样，结婚这么久，就亲了一下你，这我也得换个人发泄了。你看呀，18岁的年纪多好！唐公子，我爷爷说他会给我准备丰厚的嫁妆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他不想让外界笑话，就是说这钱你有命拿，可没命花。他说既然我愿意嫁，那就准备好守活寡了。
你没看到今天司马元离开的时候那个眼神吗？他恨不得杀了你。你这种人，他不会留的。你看看，现在这都是什么事情？我帮了他家这么大一忙，竟然还想要杀我！以唐公子的聪明才智，应该能够想到办法自保吧？这想要自保，只能去当官。这太子可以刺杀百姓，但是想要杀官臣，只有皇上同意才行。那你为何不让司马元直接给你赐官，反而让他给你赐婚呢？刚才如果我说的话，你觉得他会同意吗？他的奏明皇上给予嘉奖，也是句客套。这官还得是皇上亲自赐才行。那你想当什么官？这太大的官，你可当不大，一个小小的县令。也是，你帮了皇家这么大一个忙，赐你一个县令当当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那你想去哪里当县令？南原县。南原县，他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无数的流民才刚刚解决温饱。那里有什么事啊？这无数的灾民都会在那里集结，他们都知道这粮食是我送过去的。俗话说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想造反？唐公子，这可是诛九族的，你可不许胡说。我有说造反吗？我好歹也得有一些较真的实力啊，这总不能任人宰割吧？这人间炼狱的时代，如果接下来让司马元统治，又会增加多少无辜冤魂？有时候是不想反，但逼不得已反。正好3日之后便是大庆中秋节，听说皇上身体不好，想借此节日热闹热闹。到时各大家族皇亲国戚都会到场，你可以趁机把握机会。但这一日也是司马元杀你的最后时刻，只要引导了皇上，没人能保得住你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哼，想杀我，我就见你未尝无人。敢问姑娘芳名？迟了，已经名花有主，换了。那这位是？不好意思，也是我。什么？这2位国色天香的姑娘竟出自同一人之妻？不知是哪位世家公子爷，竟然有这般魅力？这朝野上下哪家公子我不认识？这人是哪里冒出的？他哪是什么世家公子？他就是一下等赘婿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谢家的赘婿，我略有耳闻。他爹是个开毒坊的江湖骗子，是不是？嗯。问你话呢，你聋了？你找我说话，是不是应该自我介绍一下？看你这装扮，也是大家族出身，怎么一点礼仪都不懂？此乃赵川，赵公子，大庆开国大将赵将军之孙。我说王公子，眼下我娶了你妹妹，你好歹也算得上是我大舅子，在公共场合怎么一副摇尾讨好的模样？你这样让我很难承认你这大舅子的身份啊！你不是王公子，你怎么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这下等赘婿啊？我讲，对呀，我也在想，她为何嫁给我这下等赘婿，也不嫁给你这开国之将之孙呢？看来你这开国之将之孙也不怎么样啊！你竟然敢侮辱我！来人，把这下等赘婿给我绑起来！
看来这将军之孙的话语也不怎么样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诸位，还是看看我这下的这训。这里没什么事儿，你们都下去忙吧。是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想起来了，今日是谢家主持房屋工作，这些侍卫都是谢家的人，让你小子给装上！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这中秋佳节，文人士子集合，才子佳人相聚，真是个好日子啊！谢卿，今日佳节之际，难免轻谈。你乃吏部尚书，看在场才子正兴，且出题吧。陛下，今日集会，天下才俊皆至，更有幸见得圣君，还是请圣君出题。既然如此，那朕便轻弹出题。此题也正是近日困扰朕心中之忧啊。北方鞑子信兵犯我大庆边界要塞，犯我大庆边寨要塞，鞑子此战勇猛无比，令我方陷入焦灼。鞑子又发来信函，要求我大庆割让云州城，以平息战乱，是北伐，还是割让云州城？诸位爱卿，便以此事为题，展开清谈吧。南渡以来，陛下一直采取修身养息的办法，所以陛下心中的答案是谋求稳定与发展。没错，陛下只不过不想让割地求饶的罪名安在自己身上，所以安排这些世家皇亲发言。你们两个可以，竟然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你以为这世上就你一个聪明人？我们从小到大读的书都白读了？对呀，巾帼不让须眉。陛下，臣以为此刻北伐不合时宜，原因有2点：其一，历史教训，足底不顾朝廷反对，举家族之兵多次北伐，成效甚微，反而劳民伤财，令我大庆损失惨重。其二，云州城只是今人割据而来，向来不服我大庆，虽投降于我大庆，却未必归心啊。为了区区一个云州城，就要仓促开启北伐，实在是不符合我大庆休养发展之政策。你年纪轻轻，却老成持重，想法周到，对北方军事也了如指掌，不错。还是陛下治国有方，我等安居乐业，方能为朝廷培养出栋梁之才啊！王爱卿有心了。陛下，臣也觉得此时不宜北伐。毕竟云州城对大庆而言九牛一毛，弃之无损。如果用云州城换取大庆的平安，此乃朝廷幸事。我认为先用云州城稳住鞑子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我们再从中寻找机会，反间计，伺机而动，方为上策。说得好，目光长远，有勇有谋。此子是？启禀陛下，此子乃我赵家三公子。开国将军家的三公子，朕还纳闷，如此懂得兵法。这都是陛下的功劳，都是跟陛下学的。诸位还有其他看法吗？唐虞这小王八羔子，可千万别再出来搞事儿了。陛下，2位世家公子说的已经堪称完美了，恐怕再也找不出更好的答案了。不如就听信他们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朕
就要做出决定了。草民认为，此二人所言皆是口癖，不值一提。是谁在发言？禀告陛下，是草民在发言。混账！你在陛下面前口出污言啊！我这还没发招呢，他就主动前来求死，这样不更好？免得太子殿下您亲自动手。此位是何人？陛下恕罪，此乃我府上赘婿，乃我六女之婿唐禹，出身寒微，不知礼数，臣汗颜呐。唐禹，是不是安源县赈灾扶民的主使？回禀陛下，正是草民。安源县赈灾扶民工作进展如何？我就知道司马云那个狗贼不会让我好。陛下，太子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告诉你吗？对不起父皇，儿臣一直操持国事，太忙给忘了。那南源县情况呢？很好，灾民们都安抚得不错。只是安抚，灾民们可有粮食吃啊？有，草民弄了10万担粮食，他们吃都吃不完，估计都快堆成山了。真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好啊，太子殿下说你才高八斗，足智多谋，朕起初还有些怀疑，今日已给朕可都诠释出来了。能为陛下分忧，是草民的荣幸。北伐之事，已不失于好的建议了，朕倒想听听看。可以呀。刚才此二人的发言，实在是令人心疼。如果再后，草民不。唐禹，你出身寒微，读书不多，在陛下面前可要谨言慎行，切不可口出污言秽语，否则饶不了你。陛下，乃至今日到场的各位，请倾听一下，像我一样千万草民的心声。大庆开国100年来，只有开疆扩土、牧民的天神，何曾有过割地求和、丧权辱国？云州之力一开，定将祸水东流，尔等变成了卖国之贼，那皇上变成了乱世之君。大胆！放肆！你竟敢顶撞圣位，圣上主当议和，你却挑唆北伐。大庆歌舞升平，国泰民安，你却挑起战争。好一个歌舞升平，国泰民安！你们可曾看过底层百姓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鞑子、倭寇对我大庆边境百姓肆意烧杀抢掠，你们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，却自割地求和。今日丢云州，明日丢建州，如今我大庆本身就风雨飘摇，还有多少土地让你们丢？难道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打走倭寇，抓我大庆百姓去当奴隶？陛下，你可切记，古人云：流水的王朝，铁打的世家。这司马王朝哪怕溃败，改朝换代，他们依旧是世家。你得打，让大庆子民看到希望，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有着血气方刚的朝代。可是，如今国库空虚，哪来的军饷打仗啊？陛下说的没错，现如今只宜北伐，只能加强赋税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若集体闹事，岂不是内忧外患呐？没错，陛下不要轻信了这蛊惑之言。如今稳定国情才是大势所趋啊！我何时说过要加强赋税，征收百姓的钱？打仗不要老百姓出钱，这让谁出钱？当然是你们这些世家出钱。你看看，一个个富得流油，
口口声声说要效忠陛下，呕心沥血，要为朝廷培养栋梁之才。如今达子南下，正是你们表现之机，却为何当前缩头乌龟？陛下，你可不要听他胡言呐！我们虽然是俸禄，但是我们每月都市州福民，钱都用在平民百姓身上了。对，我们虽然取之于民，但也用之于民，何来的富得流油？那这么说，你们都是明正廉洁的忠臣，那这太好了。那既然是忠臣，皇上何不抄家看看真实水分？若众爱卿果真是明正廉洁的话，那朕岂不是刚好为你们做了证？陛下，臣父乃开国将军，跟随大清皇太祖南征北战，打下江山，如今面临抄家，哪怕微臣是亲买的，那也难以面对赵家的列祖列宗啊！因此，微臣决定自促军粮，开疆北伐。对，微臣也要保住清白，自愿筹集军粮，共同北伐。你们二位果然是我大庆的忠臣。这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那二位世子爷也能北上，建功立业，可谓一举两得，实乃是我大庆之盛世。跟我斗，老子送你俩去前线玩命！有刺客，快护驾！呀！父皇，您没事吧？今日之机会，是谁负责防务？是微臣负责防务。好你个谢征，你让父皇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刺客刺杀，而你负责防务，明显与那刺客暗中勾结，蓄意刺杀父皇，弑君之罪，应诛九族。来人，将谢家所有人全部拿下！且慢，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？若真是我谢家行刺，那为何刚刚是我使过喊出有刺客护驾，让刺客刺杀失败？陛下，你是圣人，可逮生死。若真是我谢家行刺，有何意义？谢家世子难道能继承你的王位？陛下，你对我谢家恩重如山，我谢家也欣欣向荣，为何就做出这种掉脑袋弑君之罪？搞不好圣上安排你赈灾主使，你怀恨在心，从而自杀也说不准呐。皇上安排我们谢家做赈灾主使，那是我们谢家的荣幸。此事我不费一分一毫，操办得如此漂亮。皇上龙颜大悦，今日说不定还要奖赏与谢家，我还要行刺。王老，是你有病，还是我有病？是你有病，还是我有病？那也是你谢家防务有失，护卫不当，害圣上受惊，理应满门抄斩。陛下，谢家防务与我们平等的人，却防不了比我们大一级的人。若某些人执意要带谢人进来，这官大一级压死人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唐爱卿，你觉得是谁想让朕死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你该不会说是我老臣要弑君吧？你看我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说我要弑父篡位？我本就是大庆太子，这皇位早晚都是我的，你当我傻呀？唐宇，不要搞得如此人心惶惶。抓住了刺客，是谁想弑君，结果一目了然。放心吧，逮是逮不住，要么跑，要么死。
禀告皇上，刺客身手敏捷，对此地极为熟悉。我们没有追上他们，让他们跑了，请陛下赐罪。行了，都退下吧。是。安定灾民，护驾有功，你说，朕该如何赏你啊？陛下，草民想谋个一官半职，为朝廷效力。好啊，朝廷迫切需要你这样的栋梁之才。你说吧，你要做什么官？朕今日全部答应你。草民先谢过皇上恩待。草民想做一个县令，从基层做起，服务于百姓。你说说看，你想当何方县令？你说说看，你想当何方县令？南原县。如今南原县的温饱刚解决，整个县城百废待兴，草民愿去帮他们重建家园。准了，朕望你早日做出丰功伟绩，壮载我大清子民。走吧，朕还有要事要办。好，哎，皇上，喂，皇上，皇上，父皇你怎么？父皇你没事吧？朱云一，快，事态紧急，立马备车，带上所有的银两，出发南原县。没错，唐禹在南原县深得人心，如今南原县也是唯一一个能让我们有一线生机的地方了。深得民心？你的意思是，你准备造反？是啊，小声一点。哎呀，人家都已经造反了，我们再不造反就来不及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皇上不过是救急犯了，休养岂是便好？况且我们在这谢府住了一辈子，你说去那民不聊生的地方，你觉得司马元会让皇上活着吗？此次行刺就是他联合赵王两家所为。这个太子已经统计了，皇上一日不死，他一日就没有实权呐。什么？爷爷跟哥哥打算造反？这有什么好惊讶？我都能造反，更何况他俩？他们只是站在了太子那一派，不然此次赈灾失利，太子岂会保全王家？行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时间不够了，你们抓紧时间迅速收拾，我去通知我爹啊！皇上他坚持不了几日。小红，来喝一杯。哎呀，你还想什么？爹，啊？这是。你这个兔崽子，你进来怎么不让敲门呢？要死啊！我有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要通知你。谢姑娘有了？哎呦，我唐家终于有后了！我唐家终于有后了！不是啊，我要造反了！造反？你要离婚？哎呀，我的儿子，你这么久你都熬过来了，那你离什么婚呢？再说了，那个谢家的那个彩礼我都已经花差不多了，你让我怎么退人家呀？我说的是，我要起兵造反。起兵造反？你要改朝换代当皇上？对，司马元杀父篡位，到时候整个谢家，包括你我在内，都逃不了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与我脱离父子关系，赶紧逃，还有机会。我唐家世世代代坑蒙拐骗，苟且偷生，无论你走到哪儿，别人都会说你有一个开赌场吸人血的爹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儿今日竟然有了帝王之业，老爹支持你。你要是成了，那我就是太上皇了。那若是败了，要是败了，爹陪你去赴死。好，但这起兵造反需要钱，这谢家虽然有，但不多。你这些年攒了一些钱还不够，我想以你坑蒙拐骗的这些经验呀，再去捞一些钱出来，算是对我的投资。这健康厂里放高利贷的倒是不少，我可以去借。当然，
然而还有一个更大的，健康城里有2个钱庄，我是常来常往，地形非常熟悉。这么多年，你爹我手底下还养了10几个鞠躬尽瘁的打手。你要去抢钱庄啊？不行，那可是重罪啊！我的罪再重，有你起兵造反重吗？再说了，我儿子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，我抢的是前朝的钱庄，又不触犯后朝的法律。那行，霍爷，你切记一定要小心，搞到钱之后，第一时间快马加鞭赶到南原县，那可是咱们汤家龙溪发源之地。陈记安稳了这么多年，好久没有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了。哼，儿子，你就等着爹的好消息。说办就办。来，这是你的2两银子，到这边一个登记。姓名：张三，年龄38岁。是你的2两银子，到这边登记。不会指望这帮老弱病残的灾民帮你推翻大清的司马王朝吧？这赵家统兵可是20万，王家统兵也有10万，这南原县的百姓加起来也不过就几万人，这几万人的老百姓对抗几10万的朝廷军，无疑是螳臂挡车呀！岳父大人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？如果天下人都跟岳父一样无知惧怕的话，那历史上根本不会存在改朝换代之事。芷若，唐公子怎么了？立马四处张贴告示，南原县有范制，凡是落户南原县发2两白银，分发土地，不用再给世家地主当佃户，并且医疗免费，教育免费。我带的那些银子可不是让你这样胡作非为糟蹋的呀！那你现在就可以走啊，等着司马元诛你9族，然后把你所有的地全部充当果。不好意思，司马元说不定不会杀，他喜欢秋桐。你见过哪个人会杀自己心爱之人的父亲？那是以前，他不好意思抢夺有夫之妇，有皇上在。眼下皇帝病重归天，他乃天子，无所不忌。他杀了秋桐一样爱着他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不信你可以试试。你，哎呀，行了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要尽力拌嘴？就听唐爷说的吧。还是岳母大人理解我，就放心吧。这种烧钱拉新的活动，放在任何地方都有。烧钱拉新什么意思啊？说直白一点，就是给钱拉人，把人聚集之后，就想办法变相。来，这是你的2两银子，到这边登记。登记这么详细呢？那只有这样，我们才知道有多少合适的兵员，有多少人负责种植粮食、后勤保障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了，没钱了。什么？没有银子了？我们可是从好远的地方慕名而来，你这不是忽悠人吗？对，我还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，没想到居然是一群骗子！我们不干了！我们不干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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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说这办法不行吧，现在钱也散出去了，我们以后的日子没法过还不说，这还花钱引民愤。我还随身带了一些珠宝首饰，要不全给大伙儿？你那点3岁银两能掀起多少浪花？我刚才说这家伙，你居然还向着呢！这家伙一看就不是能招兵买马干大事的料。谁在骂我儿不是这块料啊？谁在骂我儿不是这块料啊？你还有脸出现？我女儿许配给你儿子，我是半点好处没捞着，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半辈子的家业，全让这小子给败光了。我说亲家，这能有几个子儿啊？至于恼羞成怒吗？再说了，你这个女婿过段时间就要鱼跃龙门了，
你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啊！他要是成了龙，你可就是活战了。真不愧是一个钟发出来啊！说大话是张口就来啊！我支持啊！我几万两银子都花出去了。话说，你这个亲爹，你能干什么呀？我肯定要送他一场建功立业的造化。你一个开赌场的，你能有几个子儿？小几十万吧。啊？哎呀，我知道你爱子心切啊！当着这么多人，你可别把这牛皮吹破了。伯父，你就别捣乱了。现在大伙都怀疑我们是骗人的，回头您再雪上加霜，搞不好会引起骚乱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抬上来吧。打开！这么多钱，我们发财了！啊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呀？不是伯父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对呀，竟然是金元宝，比我家的金元宝还多呢。你这哪是开赌场啊？你这分明可以开钱庄啊！哎，这话还真让你给说对了，这就是健康城里的钱。健康城钱庄的钱，难不成您把那2大钱庄给抢了？这2大钱庄大部分都是门阀世家的，您就不怕？怕什么？我都已经决定和乌儿造反了。健康城里放高利贷的钱，我能借的我都给借来了，只为助乌儿一臂之力。以前只听说过你会坑蒙拐骗，没想到现在还会烧杀抢掠了。行走江湖多一门手艺，不吃亏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谁烧杀抢掠了？我这是劫富济贫。一会儿把这些银子给百姓们都发了。好嘞，这下可不缺人了。哎，好儿子。父老乡亲们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一个馒头卖到了50两，你该怎么办？那不是要活活逼死我们吗？别说50两，就是5两我们也吃不起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接下来一个馒头卖到50两的情况可能要来了。太子司马炎弑父篡位，赵王2家打着北伐的名义，到处搜刮民脂民膏，鞑子南下，肆意残害我大庆子民。他们割地求和，沿海倭寇猖獗，他们抓我们大庆百姓为奴，他们却不管不顾。那些门阀世家根本不把我们当人，把我们当野草。今年死一批，反正明年又会繁衍一批。我想问，凭什么？难道王侯将相应有种乎？大爷说的对，大爷说的对，说的对呀，对，说的对。南原县灾荒，几万人，他们不顾其死活，是我冒着生命危险，给你们粮食，给你们钱，给你们土地，给你们尊严。将士们，听我说，望天下百姓，天道残缺，我来补。推世家，灭压迫，只为苍生，不为主。好，主事大人，我们就是您的兵，您说怎么做吧？对，大人，我们全听您的。我们全听大人的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天儿，怎么这么热啊？好，王袍下士！哎呀妈，赶紧跪下呀！哎呦，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吾皇万岁！
万岁！万岁！万岁啊！很好，既然你们愿意跟随，那自今日起，南苑县改为南朝，你们不再是受人压迫的奴隶，而是新时代南朝真正的主人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推翻压迫，迎接盛世南朝。皇上万岁啊！皇上万岁！皇上万岁！皇上万岁！哎，看见没有？我就说我儿有帝王之相，你看今日他还真成了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小子说话具有煽动力，没想到真把自己煽成皇上了。哎呀，枪那玩意儿复杂，还好这2样东西。不过这2样东西应该完全够用。哟，皇上还没睡呢。皇上。哟，皇上还没睡呢。皇上。这么突然叫我怎么还有点不习惯呢？呀，你还是叫我名字吧。那可不行，这要是被下面人听到了，会影响皇威的。你既然敢黄袍加身称帝，可就没有任何退路。是啊，数十万人的命现在与皇上绑定在一起，这可开不得半点玩笑。那行吧，那以后咱们都正式一点。那皇上何时准备翻牌子呢？哎呀，我哪还有心情啊？不是，这哪还有心情考虑儿女情长之事啊？哟，这当了皇上就是不一样，心里装着天下百姓，一副圣君模样嘛。哎，皇上心态可真好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居然还有闲情雅致作画，这画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复合弓，这是防弹衣。复合弓、防弹衣，怎么从未听过？就是简单的弓箭和铠甲，朕私人做的升级处。你让所有的木兰按照朕的这个图纸进行裁切，原材料用牛皮、帆布都可以，然后里面镶入铁丝，加入钢板，这防弹衣就算成了。你让所有的铁匠按照朕的这个图纸进行打铁铸造，告诉他们时间紧迫，容不得半点耽误。可是这东西就算造出来了，那些只会拿厨具的农民会使用吗？再说了，皇上，您从未练过兵啊？朕没练过兵，朕练的兵是你们想象不到的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朕的厉害。郎宇还会练兵呢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这家伙就是在纸上谈兵。你要说这小子脑瓜子机灵，说话具有煽动力，这个我信。但是他从小到大连军营都没去过，谈何的练兵呢？拜托，你们女婿现在已经是黄袍加身了，10万子民跟随他，以后称呼都注意点，听见没？你要是不说，我都忘了。这小子现在是皇上了。训练多流汗，战场少流血，等马溜点利索点啊！谁要是敢掉链子，就让他负重5公里越野跑。哎，来看一看，我儿的军队训练的与众不同吧？虽说无需现已称皇，可是还是有一句话要说。你管这叫练兵？我觉得还可以呀，虽然是第一次见，但他们井然有序，浑身上下散发着血气方刚的气场。既然岳父大人不相信的话，那我就小小的展示一下。集合，立正，射击，立正，向左前右转，近身格斗，
子不要命的拼杀劲儿，倒是从未见。那当然，只有他们拼命，才能博取一个好的位置。这就是朕，服从一切命令，指哪打哪。岳父大人，你还满意？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。禀告皇上，我们押送物资的车遭遇黑云寨抢劫，也有多人受伤。黑云寨？启禀皇上，黑云寨常年盘踞在南原县山脉，打劫过往商贩。起初是不骚扰南原县灾民的，现在应该是看我们富了。陛下，我愿带人上山剿匪。且慢，这黑云寨有多少土匪？大概有4、5千人，可我们有10万人呐，灭他黑云寨不绰绰有余吗？不行，你们训练时间不够，你先别急，立功心切，容易吃大亏。朕决定招安这4、5千土匪是无比有经验的战斗人员。皇上是怎能断定这黑云寨会对我等招安呢？我相信那4、5千土匪都是有志之士，是报国无门，谁愿意生下来都做草寇。太上皇听令，朕派你去说服土匪加入南朝。太上皇听令。爹，啥事儿啊，儿子？朕让你去帮忙招安土匪。你是在命令我呀？嗨，你瞧我这脑子都没反应过来，我儿子现在是皇上啊，我就是太上皇了，我就是太上皇了。放心吧，爹肯定将那个黑云寨这帮土匪给你忽悠过来。遵旨。别打扰他，他正在专心看图纸呢。这皇上也不好做呀，感觉他都没有以前快乐了。是啊，数十万人的命与他捆绑在一起，他还想着拯救千万黎民百姓的生活，的确压力很大。报！报告陛下，太上皇被黑云寨的人给绑了，并要求我们准备10万两赎金，不然就要杀人灭口。什么？这黑云寨不想活了！黑云寨的大当家还传话了，但在下不敢说，怕得罪陛下。但州无妨。唐宇，当年被老子追杀坠马，差点摔死。如今老子当土匪，他竟然敢造反当皇帝！回去告诉他，要么给钱，要么就带着他那帮乌合之众来打老子。黑云寨的大当家是当年追杀你的仇家，现在岂不是可以新仇老账一起算，带人上山灭了他？那现在岂不是可以新仇老账一起算，带人上山灭了他？不，朕相反还得感谢他。如果没有他，朕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里。做皇上，但任政管长远，不可意气用事。朕眼下最大的敌人是朝廷，这黑云寨是把双刃剑，朕看怎么利用它。莫兰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皇上，据宫中线人来报，司马元等人已经知道我等召集民众起兵造反了。送来800粒加急信件，信件的内容大致是：招安你，劝你回朝，封你为王，过去之事既往不咎。这不摆明了就是鸿门宴吗？他真当我们傻？或许他们想不费一兵一卒将我们拿下，如果我们违抗圣旨，他们便师出有名，合理攻打。这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，让咱们的人去假扮黑云寨，去劫800里加急信件。这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敢劫800里加急信件的人，这可是诛杀9族、方圆10里无一留活口的大罪啊！这黑云寨不承认咱，也不惧怕咱，但是他怕大清朝啊！如果咱们的人假扮土匪劫了信件，那这黑云寨是不是必死？
那他会不会加入我们寻找希望？那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拖延时间？这方圆10里的人会不会与我们一条心？还得是你啊，皇上！这是一箭三雕，既收拢了黑云寨，又拖延了朝廷，让我们大伙破釜沉舟。我立刻就去办。不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朕亲自。姐，哎，冲，来火了！我去同事让人家打。你是不是虎？你是不是虎？咋了？这玩意儿，就算是老大来了，他都得会使的。你要是真结了，哪怕你是走失30年的孤儿，朝廷也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。这还真是啊！姐，朝廷发配下级，不让开，挡不车，是。哦，哈！我。给老子打！谁呀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历史上就从来没有人敢劫800的家籍，你们就等着被诛九族吧！我诛你妈呀！没人敢劫，那是因为没遇见老子。老子乃是黑云寨大当家，石虎。他说啥？回去告诉你那个狗王，不服的，让他去派兵来打老子。完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赶紧回去禀报大当家。走这边。哎，万不可，那个是朝廷密信。什么狗屁密信？老子看上那就是我的。搜搜他身上，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然后把那3根毛给老子拔了，老子看着碍眼。这飞龙旗代表着皇室权威，你们敢？老子挑战的就是权威。拔了之后，把马还给你。太好笑了吧？你这儿一会儿是皇上，一会儿就成土匪了。这兵不厌诈，倒是被你玩得炉火纯青。咱也算历史留名了，第一个敢劫800里家籍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日后定有大人会为朕亲自辩解。走吧，打道回府。你们有所不知，唐玉这个王八蛋当初被我追杀，吓得他是抱头鼠窜，哭爹喊娘。后来趁我不注意，上马逃跑，也是追到了这健康城。我看他飞身坠马，以为他死了，没想到这小子命真硬，没死。英雄不论过往，我儿子现在有出息了，他当皇上了，他不计前嫌，给你一条升官发财之道。我劝你还是早点加入吧。加入进去被砍头，老子现在当土匪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不好吗？这山高皇帝远。再说了，你儿子组建的乌合之众有什么用？老子带着这帮弟兄都能狼入羊群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就这还想造反呢？哎，大当家的，当初你发现唐宇那小子没死，你有没有想过继续要他的命？这家伙他妈机灵着呢，她嫁给了谢家礼部尚书当赘婿去了。我要是杀了礼部尚书家的女婿，搞不好会出事儿，所以我没杀。当初要是杀了，能给兄弟们勒索这10万两白银吗？对，
这小子就是咱们黑云寨的大福星啊！有了这10万2白银，咱们大家全都不用打土匪了。只不过这送赎金的怎么到现在都没来呀？哦，听听，这激动劲儿，应该是送赎金的来了。大当家的，大当家，这个兔崽子不会真的把10万两白银给这帮土匪送来了吧？不必过于激动，喘口气儿，慢慢说。有人进了朝廷800里家禽的密饯，还把那个传信兵打了一顿。这谁他娘的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做这事儿？关键那人还打着你的密接的，说自己是黑云寨石虎。对，让传令兵回去告诉那狗皇帝，不服派兵来打。他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，要不然我们哥俩也不能这么着急忙慌的赶过来啊。师傅，我劝你还是带着兄弟们赶紧吃顿好的，准备遗言吧。说不定朝廷的兵现在已经是赶来的路上了。一定是唐虞这个混蛋！行啊，你跟老子玩借刀杀人！大当家，大当家，我看咱干脆跟朝廷解释一下就行了，说那活不是咱干不就完了吗？我解释什么啊？咱们他妈是土匪，解释什么啊？自己跑去送死吗？哎呦，那咱们怎么办啊？唐虞呀，唐虞，这一日不见，如隔3秋啊！去，给老爷子松绑！是，你爷石虎，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，非得让我儿子把你逼上绝路啊！你才肯善罢甘休。我去可以，但是之前答应我的条件，可一个都不能少。放心好了，你就等着登堂入室，4事3公吧。儿子，爹回来了。儿子，你看，还真有你的，不费一兵一卒就把石虎纳入麾下了。但如果这些人不好管理怎么办？那2军交战，就把他们放到前线当炮灰。臣叩见皇上！叩见皇上！起来吧！谢皇上！皇上！谢皇上！沙爱卿，你是不是特别好奇，我这等人也能做皇帝？臣确实好奇。那朕便告诉你，朕那日坠马，摔醒脑子，觉得大丈夫行于乱世，应当有冲天之志，心系黎民苍生，救世人于水火之中。石虎愧也。为师请勿不晚，朕便封你为开国大将军，希望你能够建功立业，被天下百姓所铭记。臣领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谢万岁！八百里加急密饯被劫。什么？800里加急密饯都有人敢劫？是谁？是黑云寨石虎，并强渡密饯与飞龙旗，还让陛下带兵去打他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给朕立刻调集兵马，上山剿匪！陛下冷静，我觉得此事定有蹊跷。纵观历史，还未曾有土匪敢劫800里加急密饯，我觉得此事另有其人。对，老臣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那唐玉。这是那家伙的缓兵之计，让陛下您去剿匪，自己暗暗发育。陛下，臣也觉得肯定是唐宇那家伙，那家伙鬼点子最多，不要给他喘息之机，恳请陛下派兵镇压。陛下，末将愿亲自率20万大军，将唐宇那群乌合之众杀得片甲不留。好，最好将那家伙给朕活捉回来，朕要好好审问他。遵旨。反贼唐宇，老夫我代表朝廷率军来侵犯你，还不速速出来受死！
来者可是王贺啊！来者可是王贺啊！大胆！此刀临头，竟还一派胡言！这健康城上下，谁人不知道王老的喜好？有什么不敢承认？你好一条断脊之犬！大难将至，竟还敢在此嚣张犬吠！你以为今日我们是来给你耍嘴皮子的吗？我们今天是来取你狗命的！没错，对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应该是受了这奸贼的蛊惑之言，迷而造反。而大庆圣上开恩，凡现在投降、迷途知返者，圣上既往不咎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忽悠黎民百姓，他们回来能干什么？还是给你们这些门阀世家当牛马、当奴隶，继续任由你们剥削压榨。你这是颠倒是非，妖言惑众。我妖言惑众，大伙儿可看清楚了，王府千金王芷若都在我方这边。他从小饱读诗书，难道分不清谁好谁坏，谁对谁错吗？爷爷，哥哥，你们醒醒吧，不要再生灵涂炭残害百姓了。他们也都是人，他们也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啊！逆女，住嘴！你通敌叛国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至于反对唐禹，你休想自成一派。这一山一河都是大庆的血脉。好一个大庆血脉！我敢问对面大庆的士兵，你们一个月有多少银两？我敢问对面大清的士兵，你们一个月有多少银两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一个月只有5两，有时候发，有时候还推迟，家里温饱都很难保证。退伍之后只能当奴隶，一辈子跟着世家地主当佃户，余生被压榨而死。而我们这边每个人都分土地，不用交赋税。种植的粮食都是自己，种植的多还有补贴，还有子女读书免费，医疗免费，我们还给提供廉价房屋，如果失业还有失业补助金。在这里没有等级权贵之分，我们都是人人平等的，做自己的主人。对，我们都分到了土地，来年产的粮食完全吃不完。对啊，而且我们的小孩都已经在免费上学，看病也不用花钱。你们不要听信这贼人的谣言，他是故意煽动，引发兵变。你们看，他们的兵连铠甲都换不起，哪来的钱给你们吃穿住行啊？这个老狐狸，兵变马上就要成功了，结果一下子被这老狐狸给搅和了。今日若是想投机取巧取胜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对，只有看这特殊训练出来的兵，能不能创造奇迹了。笑！竟然侮辱我们连铠甲都发不起，我们身上穿的不是铠甲吗？这穿个破马甲就敢说是铠甲？这不是铠甲，来，朝我这胸脯上射上一箭。那本将军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，圣上说要活出。放心，我射他腰上5两。我发来，尽管射！来，尽管射！你疯了！这么多本是咱们南朝的简单，怎么说服他们？加可是这也不用陛下您亲自证明啊。师傅，要不你来？好，不用，还是朕亲自来吧。竟然自称朕，找死！射他！哼！这莫非是金缕玉衣，竟坚不可摧？王老，你是有眼疾吗？金缕玉衣可是由黄金打造，这是朕发明的防弹衣，同时朕还发明了复合弓。复合弓？我看他手里拿的是小孩玩的玩具弓吧，他哪有半点威力呀？你若不信的话，可以找个人
斗胆一试。我来。他穿的可是银钢打造的银钢盔甲，连威力最大的弓箭都只能上7分，根本试穿不。这不是钱，我这个复合弓什么都不是。他的银钢铠甲无坚不摧，到底谁更胜一筹？有在，展示给大家看看。遵命。故弄玄虚，夸大其词。来，尽管上。哎，这弓居然有如此威力啊！是啊，这真是难以置信啊！所有人搭弓，放！给我冲！杀！让他造反成功了。这天果真是要变了呀！我儿是真正的皇上，我儿是真正的皇上啊！能不能不要杀我爷爷和哥哥？放心，毕竟没有他们，朕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样。不知前线战况如何？可有军情传回朝廷？皇上，不用担心，就凭那反贼唐宇搭建的草台班子，怎能抵挡我大清军队的镇压？可能现在啊，都已经擒获唐宇，在回京的路上。那最好。皇上，皇上，叩禀皇上！王爱卿竟回来的如此之快，赵将军呢？赵将军负伤了。这严重吗？他只是腰部中了2箭。你抖什么呀？回陛下，没什么。那反贼唐宇何在？可有活捉？司马员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哼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见到皇上，你为何不跪啊？以前他是太子，你见着不跪；如今在这大殿之上见到皇上，你还敢？你这条走狗还真是忠心耿耿，都这个时候还厚着你。哎，无妨，这将死之人临死前嘴硬是正常。王爱卿，你做得好啊，连他身旁的2位女子也一并给朕带。谢秋桐啊，谢秋桐，违背寡人这么久，最后不还是落在了我的手里？你错了，我没有落在你的手里，我是落在皇上手里。难道朕不是皇上吗？不，你不是，他才是皇上。他不过就是一个自封为帝的反贼，也配叫做皇上？他心系苍生，怎么就不配叫皇上？他一统天下，他怎么不配叫皇上？他是无儿，有帝王之道，他怎么不配叫皇上？将他们全部擒获！还不给他们绑绳子？拿这里当什么地方了？来人，把他们几个都给我五花大绑！陛下，需要将2人绑起来吗？绑吗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是让你绑他们！放肆！朕乃大清天子，这是要做什么？皇后、王上，陛下，请讲，告诉你发生了什么。南原县一战，我军大败，南朝士兵势如破竹，我方溃不成军，许多士兵开始兵变投入南朝。大清王爷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100年大清就体会亡在朕的手上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。大清在你的掌控下，必将走向灭亡，因此我不得不防。朕还是迟了，朕就不该让你去南原县。
朕早就该杀了你！在一个新圣君面前，你一个亡国奴，一口一个朕，你礼貌吗？我告诉你，哪怕我不去南苑县，我心里装着百姓，装着天下，依然可以反你。权力永远不是独裁者的游戏，明白吗？朕败了，朕成了亡国之君。第一，杀了朕吧！800里加急武器，我可不想再背上一个杀皇帝的罪名。我会将你囚禁起来，慢慢混吃等死。至于你，谢尚河，皇上饶命啊！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不听太子的命令，也是要被砍头的。我只想活着而已啊！那就将你交给谢家人自行处理，把他们还有王家爷孙俩全部带下去，听候发落。是。看到没？那才是真正的皇位。还不快去！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挺身吧！从今晚起，朕要开始翻牌子。你们2个可以商量一下，看今晚翻谁的牌子。既然都不表明，那2个就一起来吧。我不认。啊！